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峥。电影《逆行人生》正在暑期档热映，希望大家到影院支持，谢谢谢谢。啊，不是喜剧片啊，是现实主义电影，啊，现实主义电影有笑有泪的啊。好，今天的任务就完成了，谢谢。这个是主要任务啊，接下来就是次要任务。次要任务呢，来到这个舞台上非常高兴啊，看见很多熟悉的老面孔、新朋友啊，看到很多青年演员呢，我是很有感慨，就是看到他们就像看到我当年一样，是有激情、有梦想、有刘海儿啊。对，现在刘海儿我已经没有了，所以呢。你们的今天就是我的昨天，但是我呢，再也回不去昨天了啊！如果能回去的话，就变成逆行人生了啊！不好意思，又宣传了，对不起啊，不说了啊！我其实跟在座的各位演员一样，都是从剧场里面走出来的啊，从小就在剧场里面演戏啊。每当放学了以后呢，我就骑车到这个剧场，然后在剧场的后台做作业。这真的是在那儿写作业，然后轮到我上场了，我就去演出了啊。然后回来一看就很奇怪，就作业也不见了，然后老师批的卷子也不见了，啊，对，我跟老师也是这么演的啊。老师每次就看着我说：“来演，你接着演，你接着演啊，你演的这么好的戏，给我一个人看可惜了，来把你爸妈都叫来啊。”然后我妈就来了，我妈来了说：“怎么还撒谎呢？你跟谁学的？”我说：“我跟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学的。”然后那天我的脸上掌声雷动，我说妈，你别鼓掌了，我脸都肿了啊。做喜剧呢，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坚持自己的标准。那小的时候呢，我在排话剧的时候，因为一个调度、一个走位啊，跟我们老师吵起来了。他呢坚持让我那么走，而我觉得我应该是那么走啊。在那个时候，我就发现，其实艺术是有真理的，真理就掌握在安福路第一小学3年2班文艺小队长徐峥的手里面。就是老师觉得我不讲道理，但是我觉得我得讲真理。我们两个吵得不可开交。那现在想一想，其实呢，1000个人心里有1000个哈姆雷特，这句话我牢牢地记住了，因为老师罚我抄300遍。今天看到很多新人挑战老演员，我确实很感慨，毕竟这些老演员我都很熟悉啊，像周奇墨啊、庞博啊、杨笠啊、王建国啊。这王建国，我每次在电视上、在电影上，我看到李雪琴，我都会想起王建国。这不知道王建国现在在干什么呀？他还好吗？啊，对，其实做演员是很容易被新人打败的，因为观众永远需要看到新面孔，需要看到新鲜的血液。你看那个贾冰啊，他长得虽然比我老，但是大家还是觉得他新鲜，老新鲜了。来这个节目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喜剧之王这4个字。喜剧之王呢是我最喜欢的一部电影，周星驰拍的，大家都知道哈。你想想看，那个电影的结局，最后尹天仇他没有拍成他的电影，没有当成电影的男主角，最后还是回到剧场里面了，去演雷雨去了。那个场景其实非常感动的啊。所以呢，有一天如果大家真的成为了喜剧之王，希望各位不要忘记回到剧场。当然，没有成为喜剧之王也不要伤心，因为你们会更快的回到剧场。咱们剧场见，谢谢大家，我是徐峥。大家好，我叫史岩，加油，大家好，我叫史岩，然后我来自东北，我平时在沈阳那边讲这个脱口秀这玩意儿，你们也能听出来，其实我这个人性格也是比较开朗，语速也比较快。是东北的属于一个 I 人吧。其实 I 人在东北生活还是挺费劲的，在东北你甚至都很难表达害怕。有时候我自己都纳闷啊，我说我这个性格怎么还能在东北这么一个遍地都是狠人的地方还能正常生活呢？我自己想了一下，其实在 I 人这个概念出现之前，还有一个词儿专门形容我们这个性格，叫腼腆。但是
我家长辈们他们不认识这俩字儿，不认识的。我从小到大，他们跟别人介绍我的时候，都跟人家说咱家这个孩子吧，挺缅甸的，哎，挺缅甸的，是不是一听就是个狠人儿？这节目挺好，这节目我刚才在底下看了一圈，这节目 I 人跟 E 人都齐了，爱奇艺嘛。用到了一个比较罕见的喜剧技巧。拍马屁。哎，这节奏挺好的。这也就是我为啥现在能在一个物业公司上班。就是物业这个工作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工作在我们东北这边吧，就是这个工作倒是挺稳定，就是办公环境不太稳定。我们办公室那个窗户吧，有时候有玻璃，有时候没有，这个代表了我们的用户满意度。没有玻璃的时候就是不满意，有玻璃也不代表满意，有可能还没找着砖头的呢。真的有的业主的要求我们永远都满足不了。之前有一个业主给我们打电话，说让我们把小区里所有的感应灯都给换了。他说他害怕，他说灯亮的时候吧，我就感觉鬼来了；灯灭了，我又不知道鬼在哪儿。我说我知道，不知道鬼在哪儿的时候，一般来说鬼都在你后边。这人他就跟灯过不去，后来让我们换那个电梯里头的灯，他说把电梯里都给我换成紫外线灯，我要把病毒杀死在我家门口。紫外线确实是能杀菌，但是那玩意儿照时间长了致癌呀，会给人留下一身特别干净的癌细胞。所以后来就没给他换，咱们也是害怕，你要是杀不死他的话，会让他变得更强大。秋天也不好干，一到秋天，我们东北那边就开始晒秋菜啊，就晒大白菜、晒大葱啥的啊。我们准备过冬了，但是晒大葱就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丢大葱。丢大葱，我们就得给他们找大葱。天天这电话接起来就跟我们喊啊，你们物业都没有人，那能有人吗？都找大葱去了。真的啥都找物业。前一阵有个业主给我们打电话说让我们帮他家撬门，他说他把他家钥匙锁车里了，车钥匙锁家里了。我说你这么复杂的情况，你就得找专业的小偷了。要不你往家里头放捆大葱试试呢，是吧？没准门是自己就开了。我在单位啥都干，还让我做工资，但是我跟你们说，做工资就是做减法，就是作孽呀，就是咔咔给人家扣钱。之前有一个同事休了几天丧假，按照公司这个规定吧，就给他发了300块钱慰问金。到月末，老板让我给他勾回来，月末我就扣他500块钱满勤。真的，这工资表做完，我自己都懵了。我说人家办事儿，咱咋还挣200？除了做工资，还让我收物业费。我现在收物业费这个活，经常能得到我们业主的肯定。他们一来的时候就说。啊，你们收物业费的时候挺认真呢。我说你反映问题就反映问题呗，你夸我干什么玩意儿呢？其实我们物业这个工作吧，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工作，它跟踢足球差不多少。
就是你也不需要有啥技术，能扛住骂就行。这能扛住骂就能挣钱。有的时候来的那人我都不知道是业主是球迷呀，那好像就是球迷走错场地了呢。呼啦来一帮人，当就给门踢开了。我们花的钱养你们这帮废物。就是这种感觉，这个就是史岩的感觉。但是我们老板能扛住骂他跟我们说，他说没事让他骂吧，以后骂咱的人多了，咱还能接着广告呢。他说以后要开一个直播，完了让各位老铁把废物都打在公屏上讲到这儿吧，谢谢大家。大家好，我叫王耀凡今天来跟大家聊一下我的工作。我是一个法医，对，大家平时应该很难见到法医，尤其是活着的时候。前2年有一个很火的话题，他问：假如你的老板掉进河里，你的专业能为他做什么？我的专业得等。等他被捞上来。大家对法医的印象可能都是来自于影视剧，那里面的法医一个个又高又帅，真的很过分。有时我跟朋友介绍说我是个法医，朋友反应都是不像啊。做法医长那么帅没有用，你再帅，我们那里没有人睁开眼看你。不可能说外面来一个很帅的法医，里面就开始尖叫。这个法医好帅呀！我死了，我死了。不会。所以在我们那里，长相不重要关键是要有力气，因为得抬来抬去嘛。我刚做法医的时候，手脚很笨，抬到一半掉在地上，真的丢死人了。哎呀呀呀呀！哎呦我天哪！我当年学法医完全是个意外选导师的时候，有些很热门的导师我怕抢不上，于是我选了一个相对冷门的。导师听说有人选他也很激动，约我马上见面，但是见面地点在太平间。我就看着那一排大冰柜，心想我选的冷门导师该不会是冷柜专业吧？那一见面导师就告诉我，他说小王欢迎加入法医。我说老师您的简历上没有写法医。他说对，之前写了没人来。我就在想我到底要不要继续来学法医。然后我导师一句话点醒了我，他说小王，别的专业各有各的好，但我们法医绝对不会有医患矛盾。我想对呀，从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法医是不可能收到差评的。很多人一提到法医会联想到一些恐怖的情节一个人面对尸体其实一般不会因为涉及到一些证据的有效性，我们法医很多时候是不能单独面对尸体工作现场人很多，有拿刀解剖的，有拍照摄像的，还有新来的在旁边吐的。有朋友很好奇我们法医的收入就别的单位我不了解，在我们单位，我的收入方式是计件的。计件太地狱了。就这种薪酬制度，你要在别的行业可能很科学，但是在我们这里很难提高我的工作积极性。想加班是没有机会的，这个机会也不能自己去创造。真的很喜欢在台上讲段子很喜欢这里的氛围，这里活人多。
阳气重。有时遇到冷场我也不怕，因为我那边场子比这里冷多了。冷贵专业嘛。我反而担心的是大家过于热情啊，有观众在后面喊笑死人了。那在我听来感觉又要加班了。非常感谢大家热情反应，我是法医王耀凡。哈喽，大家好，我叫多多，我现在在上海读研，学的工科电气工程。我非常不喜欢这个专业。我高中的时候想学表演，当演员，我爸非逼着我学工科，也不说为什么，就只会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不理解这两句话，除了押韵，还有什么逻辑？学好数理化，没让我学英语。走遍天下，走遍上海的困难。走遍天下都不怕，也没说怕什么，就反正什么都不怕。我要是走在路上遇到有人抢劫我，让我把钱交出来，我说等一下，要钱没有，但你看化学95。我抢劫犯说厉害厉害，不抢了不抢了啊！我把这些货讲给我爸听的时候，我爸根本就不在乎，就在你面前换一套逻辑。那小孩子没见过世面，什么都不懂。听爸的准没错，我吃过的盐比你走过的路都多。我听到这句话，我脑袋里的逻辑体系彻底崩塌了。吃盐是重量，走路是距离。我怎么比？我要是相信这个，那怎么学好数理化？因为我的学校、我的专业还有我考研这些选择，全都是我爸替我决定的。我就经常在想，我为什么要读书？有没有可能我就是一个工具人，在帮我爹读书？我爸高中都没读完，没过几年，我哥就出生了。我哥6岁上小学，5年级逃课去网吧，4季风雨无阻，3餐简单对付。我爸可能觉得这个号练废了啊，那一年我又出生了，整个时间上相当有逻辑性。那现在我这个小号不行了，这个电气工程专业我学了6年了，大学4年，研究生2年，年年倒数。就我现在学业焦虑，我都不是害怕不能毕业，我怕我真毕业了，顺利进入我们电器行业，我怕他招不住。就我在手机上刷新闻，说我们电力行业某些领域又有了新的突破，即将实现全面自动化，减少人工操作。我心想你可快点吧，留给你们的时间不多了。就关键我爸对我期待特别高，啊，每天笑眯眯给我打电话，儿啊，你要好好努力，天天学习，长大以后挣大钱，光宗耀祖。我不理解，祖宗是大家的祖宗，你怎么不努力啊？就这2年最让我难受的就是，我发现我跟我爸完全沟通不了。我跟我爸说，爸，我现在的生活很痛苦。他说，那你别痛苦。你有的吃有的穿，有什么好痛苦的？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讲脱口秀。他知道我每天为了讲那种开放麦，来回地铁4个小时，1分钱挣不到，只为了上台当几分钟小丑。共情了。他问我，哎，你为什么不把那些时间啊拿去要饭？还能为什么？地铁不允许。节奏蛮有意思的。我说我想休学1年，我想停下来思考一下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喜欢什么。这句话在我爸听来就是我不想活了，我要自暴自弃，就完全没有办法沟通。
很多人说父爱如山，什么叫父爱如山呢？就是你和他说话，传回来的只有回声。我说我不快乐，传回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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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到这里，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咸鱼啊，我是一个恋爱达人。我买了我人生中第一瓶男士香水，那个快递到了，你打开，拿出来，你都不知道喷哪儿，那个香水，上网现搜的，我才知道原来男生跟女生喷香水的部位是不一样的。男生喷香水，你要喷在这儿啊，要喷在这儿，这样女生比你矮一点，然后你跟她说话的时候，她就好像啊，就是这样。女生高呢，你就喷在这儿，是吗？他就是这个逻辑，你知道吧？这个恋爱技巧你学了。大家好。爆！我先就是自我鼓励一下，拿去，也是 OK，耶。为什么呀？啥意思？我不知道。rapper。就是很高兴来到这个节目啊。我是糯米，做个自我介绍啊。有些朋友可能不认识我，但应该大概都听过我的歌啊。谢帝，我要给你。可以，不能再唱了，不能再唱了啊！再唱的话，谢老板真的要来跟我了，对。跟呢就是我的口头禅，大概就是动手 diss 的意思。开玩笑，我是很 respect 谢帝的。这首歌火了之后呢，我们还见了面。当时我很怕他不开心，但他一直笑眯眯的，说没什么，加油，好好做歌。我当时很紧张，我说我不做歌，我做弟弟就行了。谢帝，你永远是我谢哥。你们可能就是一直注意到我在说伊那些，我是因为看到很多国外 rap 一直都这样说，就学会了。现在想改也改不掉了。那时候听别的 rap 的歌，都是开着大牛带着女生，我不知道大牛是跑车，我以为他们唱的就是农村生活。对的，是。我还奇怪呢，我放的牛都是摸摸的，怎么他们的牛都是嗡嗡的？但我认同一点啊，就是牛确实快，因为我放牛过一头，那头牛还是我对象家的。之后呢，就是他的老爸也跟了我，对，我不知道不同意我俩在一起，虽然没有牛了，我和他爸爸之间也有了 beef， 对。是。后来我就理解那些 rapper， 原来你没有大牛，真的会失去爱情，对。从大男生出来以后呢，我就进厂工作了，所以我和大多数 rapper 不一样，他们打碟、打架子鼓，我打螺丝。他们代表的是 CDC、CSC 活死人厂牌，我代表的是深圳市兆易科技电子厂。但是我最后还是离开了那里，我和车间主理人的理念不合，我就退出了兆易科技电子厂，加入了新的厂牌，也拥有了人生中第一辆车——挖掘机。我每天的生活就是开着工地配的挖掘机，追着日落，被工头说是有工程的地方我都去过。Thank you。有点紧张啊，对。后来呢，有一天我开挖掘机，不小心撞倒了一堵墙，又被工地主理人给干了。对，他喊我糯米，赶紧把挖掘机吊臂放下来。我说 OK， 抓了臂。有些人说我不像 rapper， 倒像是搞喜剧的啊。其实我挺开心的，你那些不？因为我最开心的电影就是偶像星爷的电影《喜剧之王》，我觉得我的经历跟倚天仇挺像的，有那些。但粉丝老板你们放心，我没有跟女孩说我养你啊，我这在餐厅在挖掘机上赚钱，养着我的梦想。我是 rap MC 糯米，谢谢大家。又来上海演出了，几年了已经。每次来上海我都特别感叹，朋友们，就是上海太洋气了。前2天去了一个朋友聚会，聚会上一半人都有英文名，另一半老外。我没有英文名，哪怕我当年甚至还在国外上过几年学，我都没给自己起过英文名，我用的是我的中文名拼音，东拼音是 DONG， 美国人是这么叫我的，懂？
哎，跟我河南老家农村那个傻三叔叫我是一模一样的，朋友们。每次我去星巴克买咖啡，店员做完那个咖啡叫我说“等”，我说“哎，三叔”，勾起了我的思乡之情。我说这想我的风到底还是从郑州刮到了大洋彼岸呀！哎，最近又获得了一个新称呼，朋友们。最近有时候遇到一些新朋友，会出于尊重叫我毛东老师。这个称呼我不是很喜欢，而且最近甚至有了点阴影。朋友们，有一次非常不愉快的经历。有一次我骑着电动车去赶演出，在北京，我在路上看到一辆汽车，它变道没打转向灯，差点挤到了一个也骑着电动车的老大爷。那个大爷跟他理论，司机态度特别恶劣。我当时真的火就起来了，我说这太不尊重我们骑手群体了。我当时就驱车上前，我说我要跟这个司机理论一下，我想骂他2句。但有时候人是这样的，我太激动了，我嘴已经张开了，但我还没决定说啥，我就只能在这啊！那司机也懵了，司机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纯粹的、不含任何信息含量的开场白。我俩收拾了一下心情，正式开始对线。我们非常激烈且全面地问候了双方的亲属。我跟你说，那骂的可脏了，但骂了有1分多钟，我最后说。我说有种你给我下来，因为在咱们北方啊，当你吵架吵到一定时间的时候，总要有一个人率先发出这种邀约，要不然会显得非常的尴尬。我当时想好了，只要大哥下来，我就立马驱车驶离。我不是怕他，我主要是怕耽误演出。我当时想了，我说大哥这么着急，他不一定会下来吧。大哥那天挺闲，大哥就一边开门，一边冲我叫嚣，他说：“小子有种你别走。”他这话说到一半，他愣住了，他说：“小子有种你别。”毛东老师，尴尬，朋友们，真正的尴尬不是大吵大闹。而是在你使尽浑身解数展现个人低素质的时候，对方突然向你发送了一个尊重。我真的太害怕这种场景了，我这人本来就好面子，自从干了这一行，干了这个工种之后，不瞒大家说，虽然不是啥大明星，但有时候有些观众会认识你，我内心深处最大的恐惧就2个，一个是在外面吵架被观众认出来，一个是在外面讲价被观众认出来。哎，这个也发生过。去年上半年我去大理旅游，订了一个民宿，350块钱一晚上。我 check in 的时候，我说你这淡季，我说你便宜点吧，你350块钱，我说你便宜50，都是学生，你便宜50。然后那个姑娘说，哎，她说你是那个讲脱口秀的毛东吧？我说原价就可以了。再给我涨20%也是可以的。我好面子，我生怕人家看不起我，所以说当那个司机开车那大哥把我认出来的一瞬间，我太尴尬了。但是人家满脸陪笑，咱怎么办？咱伸手不打笑脸人，我就只能装模作样，娇嗔般的呵斥了他几句。我说大哥你也是，我说你这不能因为喜剧审美好你就出门不遵守交通规则啊。说到这儿没话可说了，我只能转头说那个大爷。我说大爷你也是，你出门不能总依赖别人遵守交通规则啊，男孩子出门也要保护好自己。这么多年了，咱俩还骑电动车，工资涨没涨，努没努力，反省过没有？反正这事儿之后我是明白了，朋友们，我是担不起毛东老师这个称呼了，大家之后叫我茂董就可以了。谢谢大家，我毛董。大家好，我叫唐香玉。之前参加了脱口秀节目，当时我还是我们村里第1位女硕士。节目播出之后，现在是村里第1位女艺人。
我们家族连夜修改了家谱，以前给我写的就是唐氏四子长女，连个名字都没有。现在给我改成唐氏四子长女相遇（括号上过脱口秀节目），还说以后我每上一个节目就再给我加一个括号。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将来很可能给我单独建一个祠堂。去相亲也有优势了，人家说我有车，我有房，我说我有个祠堂。家里还是在催我找对象。今年的形势更加严峻，连我弟都快结婚了。我爸愁坏了，他说：“你到底结不结？你不结，你弟还得结。”我说：“他又不是跟我结，这都得赔一个吗？”我现在还不想结，我妈说：“我知道你不想结，但你先结。”问题是我跟谁结？他急了。你先别管跟谁结，你先结。我已经听不懂了。都说现在婚姻自由，没想到这么自由哈！这玩意儿都能预售了吗？到时候去民政局登记，人问我男方呢，我说你先别管，你先下单。30个工作日肯定发货。家里很怕我将来没有人要，从小就给我预设了一个婆家。4、5岁的时候就跟我说：“你不叠被子，以后婆家笑话；不会包饺子，婆家笑话。”所以我从小就觉得婆家好像不是啥好地方。我从幼儿园就开始恐婚了。那时候你要跟我说狼来了，我一点都不害怕。你要是说婆婆来了，那我就想从学校里逃学，也得回家叠被子，一边叠被子一边包饺子。不光父母催啊，有亲戚们也来操心。有个大娘，甚至连我的名字都忘了，却还记得我的年龄。30了哈，可留不得了。我吓一跳，是要除掉我吗？他说再不找，就真的没有人要了。我说那你就除掉我吧。还有人来提醒我，你弟的媳妇儿将来进了门，以后你就是外人了，你知道吧？我只知道嫁出去了是外人，怎么嫁不出去也是外人？我到底是哪里人？里外不是人。他们的意思是家里的房子要给我弟，以后我回去可能都没有自己的房间了。我弟一听就急了，凭什么呀？不是说给我买个新房子吗？他们把这个矛头转向了我表妹。你姐姐已经魔怔了，你要是不赶紧成家，以后就跟她一样，到处漂泊，没有人管。我表妹都要哭了，还有这种好事啊？这俩她当场发誓要成为村里第2位女硕士。啊，生育率没帮上忙，升学率我带起来了。我说表妹，你千万别害怕，没有家不要紧，咱还有个祠堂呢。你也别叫我表姐了，叫我堂姐。我不是不想结婚，只是还没遇到合适的。就像现在，我也没想出合适的结尾。但我决定听我妈的，不管了，我先结。好，谢谢大家，我是谭玉，谢谢。大家好，我叫小海，我今年已经结婚8年了，但是我感觉好像也撑不了多久了，因为我老公现在全职在家炒股。你们知道全职炒股有多花钱吗？我甚至希望他全职花钱。他炒股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我没有办法辞职了，本来我都打算辞职了，全职搞喜剧，但你知道一个家里不能一个人全职搞喜剧，一个人全职搞股票，2个人都在搞笑。
我现在都不敢跟别人说我老公是干啥的，因为他们那个回答就好像我说的是我老公死了。你老公干啥的？全职炒股，你也不要太难过了。好好一个人，可惜了，家里老人还不知道吧？所以现在别人再问我老公是干啥的，我就说他是3个上市公司的股东。不过他现在也没闲着，他现在开始搞一些副业，他现在开始写小说了，已经写了10万字，还成了签约作者。那天我看了一下，每天收入还挺高，每天能挣5毛6。朋友们，我老公还没我余额宝挣得多。日薪5毛6，月薪16块8，就他这个工资，都买不起爱奇艺的会员。以前他看不起我说脱口秀，现在是真看不起了。日薪5毛6，哎，你们知道吗？一度电就5毛6。他每天吭哧吭哧写半天，还得用2度电。每天用2度电挣1度电钱。这个梗是他给我的，我给他转了200，够他干1年的。他那个小说我看了，10万字，你就感觉字里行间流出大大的2个字：垃圾。但我还是跟他说写得好，因为我觉得作为妻子，我应该支持他创作，因为这个赔得少。不过我觉得他炒股也有一个好处，就是我感觉他好像越来越贤惠了。他赔的钱越多，他会做的家务就越多。现在每天给我做早餐，还目送我出门上班。我觉得好像男人拥有的财富越少，这个男人就越好。男子无才便是德嘛。我觉得咱们这个股市啊，就是好男人的生产线，好女人的加油站。真的，姐妹们，以后你们找对象不用上什么约会软件，你就上同花顺。一个渣男都没有呀！哎，全中国的好男人都在上面趴着，你看他怎么对股票，他就会怎么对你。你看他那股票都腰斩了，他还是不抛弃。所以就算你哪天上半身都没了，只剩2条腿，他也会坚定地看着你说：“我相信你能长回来。”上讲这儿，谢谢大家，小海。好久不见了，朋友们，你们好吗？好啊，好就行，因为不好我也没有什么办法。我的处境有点危险呐。你们是没看着上面那集，你们不知道挑战魔王的选手有多么凶狠。上一场的魔王也很丢人呐，庞博、周奇墨，让人新选手打得稀碎呀，碎的都拼不上啊。现在轮到我了。大家祝我岁岁平安吧。太崩溃了，录这节目太累了，但是也有好事发生啊。就是前几天我们4个魔王一起飞了一趟香港，见到了周星驰先生，是吧？多开心的事儿，聊得也很开心啊。星爷呢，甚至非常谦虚，他甚至还询问我们说：“哎，就这个脱口秀这种创作，哎，你们平时是怎么写的？”我心里想，我们平时是拿这个电脑写的啊，你轰龙没有电脑吗？但是人家周奇墨就能讲出东西来。周奇墨就说：“哦，这个脱口秀啊，就是先找到一种这个负面情绪啊，然后再用段子去化解，具体是这样的，就巴拉巴拉讲了一整套。”然后其他人听了就频频点头啊，只有我眉头紧锁。我心想，就他讲的那些玩意儿，我怎么全都不知道啊？我怎么回事啊？我虽然啥也不知道啊，但我也很想表现一下，我觉得我也很幽默的呀。于是我就等周奇墨全讲完，我就扭头盯着星爷，我说：“你学会了吗？”
完了之后，我说完就看着这个被我营造出的这个气场啊，我就看看星爷，我又看看周奇墨，我说他好像找到负面情绪了，你倒是用段子化解呀。没办法，我就这性格，就我特别喜欢当跳梁小丑。这个世界太严肃了，一严肃我就紧张，一紧张我就特别想跳梁。我经常被自己说出的话吓出一身半的冷汗。没错，朋友们，我已经是个中年人了，身体非常虚，什么事儿都做不好，但唯独特别擅长出汗。一身半那是起步价，随随便便就出2身汗，单身汉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不好意思，朋友们 ，I'm back，I'm back， 我是自行车啊。别人到了中年就是油腻，就完事了。我的中年油腻，同时非常俏皮，就特别的烦人。跟我在一起工作的时候，你们那个感受会是很错乱的。你很难想象一个人刚才还在教育你，给你讲大道理，但是当他洗完手之后，又突然冲到你面前，往你脸上弹水。人家都夸我说王建国做事那真是泾渭分明，人家这个职场霸凌，职场是职场，霸凌是霸凌，毫无关联。就被我弹完的人摸着这一脸的水，哎，都不知道说啥。他说你这也不是 PUA 呀，你这是破哇啪呀。你这个梗啊，就是哇。我当不好一个中年人，于是我就会对自己有方方面面各种各样的担忧。我就想，我说将来我要是有了孩子会是怎么样啊？我要是把我的孩子教育成了我这样的人，那可咋整？我都能想象是吧？老师在台上上课说，已知这个三角形啊，顶角是32度，通过这些条件呀，怎么求出底边的边长？我的孩子就在台底下念念叨叨是吧？边长求不出来啊！我觉得这个三角形边长莫及。回家之后，你可以想象，他考完试回家之后拿着卷子，一张3分的。是吧？一张6分的，然后他就在这问我，说：“爸爸呀，你别生气啊，你别生气。这个我给你出个题吧，这个3呀加上6等于多少？”对喽，都在9里啊。想想就让人上头啊。所以喝酒啊，还是要喝真正纯粮、好喝不贵的老村长酒，老村长多上头。喝酒还是一定要适度啊，一定要适度啊！我想学着当一个很成熟一点的人，但是你要问我这个人类身上啊有什么品格呢？是我就比较欣赏的，我还是觉得我最欣赏调皮。我就说一句成熟一点的话吧，就我永远无法跟一个不调皮的人，天下第一最好。所以这个人间的事情啊，什么不管是什么换个工作、录个什么新节目什么的，我都会很认真的对待，但是我永远无法很严肃的对待，就是这些就不如调皮重要嘛。就知道大伙儿都忙，也尽量不打扰你们是吧？但是希望大家如果能在百忙当中偶尔调皮那么一下就挺好，多余一下就容易挨揍了。都在9里，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朱鹤松，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在工作当中呢，我的工作性质是一个捧哏演员。很多这个观众不了解什么叫捧哏演员，就是我的工作环境就是跟那个于谦老师是一样的，但是我不像他一样那么无聊，也没有他那么实在。我经常就是怼我的逗哏的，然后就是怼着他哑口无言。他说我是一个进攻型的捧哏，他说现在鹤松已经渐渐地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我怎么就渐渐的了呢？我就不能好好的走这条路吗？因为就是我这种状态呀，很难在相声界寻得更好的突破了。所以说我来到咱们这个舞台上，搞一搞这叫 stand up comedy， 站立式喜剧。
所以说现在我的状态就是一个站立式搞笑，有时也跪下的艺人。就是你们要是笑了呢，我就站立式；你们要是不笑呢，我就跪下。能来到这个舞台上呢，贺松确实也不是为了名，也不是为了利，我就是想让我的生活富裕富裕。好多人问我，那朱贺松你想挣一些钱，你怎么不上综艺呀？我一般这个时候我就会跟他们编造一些借口，因为我们公司有那种合同，有那种经济违约合同，再加上我们的档期安排不开，所以说我就不能去参加。其实我们公司没有合同，德云社对我们非常不薄啊，随便的接活，真的，他压根儿就不管我们，连我的医保都断了3个月了。我现在我都不敢生病啊，我都。很多人问我，那你靠什么生活呢？借钱，不是小额借钱，为什么呢？因为大额他们不借给我。这我的师兄弟们经常劝我，朱松你得努力呀。我努力的喊了，他们真不给我。我也想从机场出来，很多粉丝拿着相机嘎嘎嘎给我接机。我不想再从机场走出来的时候，一帮人过来问我厕所怎么走。我分不清东南西北，我只能一个一个的带他们去，因为我是一个热心肠。天津人骨子里流淌着2样东西，一个是热心肠，一个是曲艺，所以我成为了一名曲艺演员。小时候我上小学的时候，我们上英语课，就刚才有人提到李雷韩梅梅，我学这篇李雷韩梅梅问路的这篇的时候，我是用天津快板展示出来的。当时我就是老师一讲到这篇，我就把快板拿出来了。当时那快板真的到朱日区了。哎，拍对，哎，打起节奏，哎，行，别拍了，哎，我张不开嘴了，好，停。哎，当时我是这么唱的天津快板：Hello， 哎 ，My name 李雷 ，My name 韩梅梅 ，So late sister。这海河怎么够啊？我用不用坐火车？我用不用坐轮船？哎 ，no， 你不用摆裙，也不用摆shape，哎，顺着我的hand，你就 look。lesson 完以后，这李雷往前走。是左走也不到，哎，右走也不到，他是走绕向进了圈套，哎，只说我是热心肠，我没说认识道啊。Hello， 大家好，我叫于翔宇。我是去年刚刚大学毕业的。我这个大学专业学的是哲学，大家一般听到那个反应就是哇，那就是有文化没工作。这个我读哲学确实是不太好找工作，而且我身边有些朋友还会调侃我，说找不到工作怎么了？你们学哲学的人不是都很通透吗？你虽然找不到工作，但是你可以辩证的看待这个问题啊。我咋辩证啊？说实话，我真的一点都不通透，因为我学完哲学吧，跟大家学任何专业一样，还是要出来找工作打工的。我发现现实生活跟我学的不一样的时候，我只会更加矛盾。我那时候找工作的时候，我上午还在上课，我学那个《资本论》，什么资本会无情的压榨你，剥削你的剩余价值，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都流着血跟肮脏的东西。我下午去面试的时候往那儿一坐，我可以加班。什么亚里士多德呀，多劳才能多得。我去年经济压力真的还挺大，因为我刚毕业确实找不着工作，然后想干脱口秀，脱口秀行情又不太好，那是不太好。而且当时我对象也被裁员了，就半年多完全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不知道干啥好。我最后都想着破罐子破摔了，我说这样吧，我决定了。
咱俩就去开网约车吧。他说好主意啊，就差1辆车了。我说我研究过了，咱俩可以先租个车，等赚了钱再买就行。他说先租车再买车，你没看过《骆驼祥子》吗？于翔宇，你要租车你就完了，你就一直给人干吧，你还叫什么翔宇啊？你就叫祥子。我这个人我真的很矛盾，因为我上学的时候导师跟我们说啊，这个咱们学哲学啊，不是为了赚钱买房买车，是为了追求纯粹的精神世界。但我做不到。我去年压力最大的时候，就想着回学校跟我老师聊一聊。我当时回了趟学校，我在办公室门口就听到我导师在跟其他教授讨论问题，俩人在聊买学区房。我当时整个人崩溃了，那就是压倒骆驼祥子的最后一根稻草。我老师，你也这么现实的吗？你上课教我的可都是形而上学，背地里偷偷研究小孩上学。我崩完之后发现，其实我就是很羡慕我老师，他有这个物质基础。你很多伟大的哲学家也是这样，你像什么叔本华，悲观主义哲学的代表，但他自己是个富二代。叔本华的生平是这么写的：自幼喜好哲学，11岁学习宗教学，15岁研读伏尔泰和卢梭，19岁研读古希腊哲学，21岁继承父亲遗产。我课程表上没有这门课，我21岁还在那看什么是自由，什么积极自由、消极自由。叔本华啪给我一巴掌，财务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我看完都觉得我看不懂叔本华的哲学是应该的，可能不是我理解能力有问题，就是单纯没有办法跟有钱人共情。你看他写那些句子，什么意志决定命运。真的吗？我怎么觉得是遗产决定命运？还有什么不要拿健康换取身外之物？你叔本华是不用换呀，你拿你爸的健康换的。还有那句最经典的，人要抑制自己的欲望，因为人的欲望无法满足就会痛苦，满足了就会无聊。我想无聊。太想过无聊的生活了。我虽然现在是靠搞笑有趣吃饭，但你问我的梦想是什么？我想做一个无聊的人。有趣有什么用呀？你在我们这个行业，有趣的灵魂千篇一律，无聊的人生才是万里挑一呀。好想过上那种枯燥乏味的生活，住在陆家嘴的顶层豪宅，穿着一件真丝睡袍，端着一杯红酒望着窗外，没啥意思啊。我现在通透了，我觉得最基础的哲学问题我已经想通了。什么我是谁，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是祥子，我从那里来，想到那里去。杨振业，三毛教育教育。哎，大家好，我是梁岩，很高兴来参加这个比赛啊。这个简单介绍一下，我呢，北京人，平时呢还有一个主职的工作呀，是基层工作人员。日常的这个工作呢，就是给大家啊办医保。有医保吧都？都有啊，都有。好啊，简单跟大家聊一聊我们这个工作。我们这个工作看似平凡，但是你干长了呀，它也会遇到一些有趣的事儿。比如说，你把这个表格给到这个大姐呀，她大概率不会去看那个填表说明，写一笔啊就问一句，写一笔就问一句。姓名，填不填这个？啊？身份证号啊，家庭住址，这个填不填这个啊？哎，填不填这个啊？填不填？你知道被问多了是一种什么感觉？我就觉得我也不像一个工作人员，我就像在菜场卖桃。我说大姐，这填啊，大姐。啊，这也填，
我这都填。不填不要钱。我觉得其实也不怪大姐，我觉得我们那个表格啊设计的它也有问题。我觉得你看随着现在社会发展，有一些不需要掌握的信息，你就不要再设计在表格里让人家问。你看我们现在有时候填表还填什么？填邮编，谁还写信啊？填邮编，你要给人寄水果啊？填不填啊？大家可能觉得说卖桃有点夸张，那其实并不夸张啊，因为有一些和我们办事的人那个状态啊，就跟逛市场差不多，跟我们办业务，甚至会跟我们砍价。那天来阿姨，她说：“哎，小伙子，你们这社保啊最便宜多少钱？”最便宜啊！我说这个咱们现在个人参保最低档1个月呢1000多，什么1000多，便宜点。我说大姐，社保，我们这都国家规定的，我说这没法便宜啊。哎，不要发票。不要发票，那不要发票我也不送饮料啊。我说大姐，这真不能便宜。大姐急了，走了啊，走吧，想什么呢？其实我从情感上我愿意配合她，我说回来吧，回来吧，你带一份来吧。不会对吧？但是其实这些还好，还有一些呢，我相信大家在工作中啊也会遇到，就是那种伸手党，什么都不能自己干，什么都要你帮他干。那天呢来一大哥，他说：“哎，你们那个工作就是这什么证啊？这怎么办啊？这个？”我拿出我们这个办事指南啊，打开，用手指着跟大哥说：“我说您看这个上边啊，对单位的要求、个人的申请条件、办理流程、所需材料都有介绍。我说您呢，简单看一看，哪块不清楚不理解，我再给您讲。”那大哥啊，一把拿过来，嘎吱窝里一夹，啊，是，怎么办？我去，我说你看啊，没辙是吧？我说那我跟您说一说啊，咱先说单位，我们要求单位啊成立时间1年以上，注册资金100万以上，年度纳税50万。我这讲着讲着，大哥急了，哎呦，你别说了，你给我写下来吧。什么？我给你写下来，我都给你印出来了。怎么了？不喜欢宋体吗？我脾气也不好，我说大哥你也这么大年纪了，你能不能自己干点什么呀？后来我一说呢，大哥也不好意思了啊。后来大哥自己把我投诉了，我又确实给人道歉，我又给人写一遍，还是希望可以服务好，对吧？我扭头呢就问领导，领导很体恤，领导说：“我跟你说，这些伸手党啊，他们就是懒惯了。”递我水杯。你看，这就是我们啊日常工作是吧？跟大家想象的可能不太一样，角度不同。从工作出发呀，我们也是希望可以更好的服务大家，但是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理解我们的工作。当然了，我们也同时理解大家，对吧？就谁出来办事儿，也会着急。你像这次我来参加节目，我也填表，我拿那表我也问姓名，不是，我说这演员自述填不填啊？人家说这个呀，就是填一填这个您的这个职业生涯取得的成绩，对脱口秀的理解啊，对节目的希望。我说哎呦，你别说了，你给我写下来吧。谢谢大家，我是梁岩。大家好，我叫文强。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门枪，是一个 HR， 最近正在找工作。所以我很多失业的朋友一样，我们就拍短视频。但是我拍短视频还是有一些成绩的，朋友们。去年年底的时候被邀请去参加了一个活动 ，GQ Man of the Year， 被评为了年度风云人物，朋友们。哎，就参加那个活动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我可以参加那个 GQ 的晚宴，在晚宴上有很多顶流明星，
费翔、魏大勋、易烊千玺，我都见到他们了。我发现明星跟普通人也都一样，都不认识我。虽然他们都不认识我，但我看他们真的很帅，朋友们，我觉得他们才是 Man of the Year。我感觉自己只是一个 man， 不小心 over there。真的，虽然那天都是明星人物，但是我觉得他们都在窃窃私语讨论我。他们说这个人是谁？他没有作品，他为什么在这里？他一定是资源咖。他这个人背后肯定有资源。我想说你想多了，我顶多有点人力资源。哎，我做 HR 的时候，我就发现老板有个问题，就老板都很迷信，你们发现吗？我给大家总结一下，老板最喜欢的3个神仙：第一个关公财神爷，第2个招财猫，第3个实习生。我解释一下为什么实习生是神仙。首先，老板没有把实习生当人啊，因为每次我跟老板说，老板我这个职位招不到人了，他说那你招个实习生。我说我招不到人，他说哦，那你招个实习生。真的把实习生当神仙一样，给实习生提的要求就像在跟神仙许愿一样。你们去庙里许过愿吗，朋友们？跟神仙说的是保我公司上市，跟实习生讲的是帮我把公司干到上市，并且还不能迟到早退，还要陪我开会，还要帮我买咖啡。给神仙功德箱一次100，给实习生1天80。朋友们，活更多了，钱更少了，很符合我们公司的理念 ，less is more。真的把实习生当神仙一样，开给实习生的工资也正好去购买一些贡品，瓜子、橘子、花生米之类的。真的，老板太不要脸！我现在终于明白老板为什么喜欢摆关公了，就是让关公替他脸红。我真的很担心实习生的情绪问题。我们公司的实习生小杨啊，有几次我们小杨在那边不停地抖动，我说小杨你怎么升仙了？小杨说不是，我在跳消气操。我说消气操有用吗？他说有用，跳累了就没有力气打老板。真的，在实习生身上可以学到很多东西，除了消气操之外，我还学到很多，比如如何拒绝 PUA。小杨做了2个月就辞职了，老板居然还有脸找他离职面谈。老板说：“小杨，来，你在我们这里2个月，成长了多少？10岁。”有没有收获？节。老板就有点生气，老板说：“哎，你们这些年轻人就是吃不起苦。”他说：“去你的！不要来 PUA 我。我妈跟我说过，上班就是爱吃苦的孩子有苦吃。”哎，老板就真的有点生气。老板说：“哎，小杨，你有没有听过那句话？”他标英文，他说：“你有没有听过那句话 ？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 you？” 他说：“make me emo。”老板说：“门墙算了，要不我们还是不招实习生了，要不我们还是招个人吧。”我说：“啊。”好可爱啊！真的招人，招人真的是我做 HR 最喜欢的一个部分。招人很有意思，因为招人一直可以听到公司里面那些职位很高的人讲一些智商很低的话，他们总有千奇百怪的理由去拒绝我给他们推荐的人。星座不好，八字不合，还有一次他拒绝一个人说这个人眼里没有光。我说你也相信光？我说你早说，你看我爸行不行？他有青光和散光。哎，为什么可以要求员工眼里有光？所以我们换个问法啊，让员工眼睛里面产生光，唯一行之有效的方法，加钱，就是加钱，把钱给到位，你薪水给到位，对不对？俗话说得好，相由心生，你薪水啊。按钱给到我就眼里有光了，你薪水给到我眼里没有光，我每天早上可以早起半个小时，把2个眼睛泡完光再来上班。你薪水给到我就眼里有光，我就火眼金睛，没有任何问题。薪水给到我，我可以像孙悟空一样陪你西天取经。但是你薪水给不到位，不好意思，我的表现就只能像沙和尚一样。哎呀，老板不好了，财务总监被税务局抓走了。
眼里没有光，我气死了，我就小声嘀咕了一句，我说你要眼里有光，你去找迪迦呀。他听到了，迪迦是谁？眼里有光吗？叫过来面试。我说不在上海。我视频面试，异地入职。我说老板听我说，迪迦这个人能力是强。但是他每天就只有几分钟能力超强。老板说没有关系，你先招进来，先招进来。员工的好坏要看 boss 怎么带。我说，哎，你别提 boss， 迪迦最厉害就是打 boss。虽然听起来很荒谬，但是朋友们，这就现实，就再优秀的人才，有可能就是找不到工作，就是因为老板的问题。所以我现在出去找工作，没有成功，我心态很好，就是老板不配。你看迪迦到我们公司来，没有获得实习的机会，所以我也希望就是在座如果大家有在找工作的话，以后或者找工作都是可以遇到一个很好的老板，也希望所有老板可不可以珍惜每个打工人。谢谢大家，我是文强，谢谢。Hello，大家好，我是南瓜。我的工作，我的职业呢是一个外卖骑手。其实来讲脱口秀一直会有很强的舞台恐惧感啊。现在还好，刚开始一上台一拿话筒就紧张。当时为了克服这个问题啊，想了办法，上班的时候骑着电瓶车，握着那个手把到话筒练一练，对着电瓶车讲脱口秀，导致现在落下坏习惯，在台上讲着讲着一紧张就。我这个人从小不是很自信，从小学习不好，高中毕业就出来打工了。当时找的第一份工作是做保安啊，管吃管住还挺安逸的。后来干着干着，我觉得工资有点少，我说得找个挣钱的工作，就去送外卖了。我送段时间发现辛苦的程度超乎我的想象，又回去当保安了。当着后来又去送外卖哈。我这个人文化水平不高，但是我告诉自己找工作呀，一定要注意这个劳逸结合啊。能看出来我是个 I 人啊，我很社恐，但我有时候也是个 E 人啊。它分时间段，比如说上班送外卖，那时候是个 E 人啊，因为那时候穿着制服，对吧？甚至衣服上都写着 E 了吗？我的手机被标记了，被很多顾客标记成了快递外卖啊。其实大家这种标记，我自己是看不到，我也是意识不到的。我是有一次啊，跟我爸打电话。我爸说：“你这半年没消息，是不是在外面送外卖呢？”我说：“没有，谁跟你说的呀？他150多个人。”我当时上学学习确实很差，但是我当时也没有想到自己长大会送外卖啊。我虽然当时学的不好，但当时体育成绩还挺好的，那我就练体育啊。我也想上个体育大学啊，还挺辛苦的，每天被教练带着我们在操场训练，什么长跑、蛙跳、跨栏、爬楼梯啊，每天踢个哑铃片，爬楼梯都爬吐了。我是爬着爬着我说老师，这个爬楼梯到底练的是啥呀？老师说你不要问了，以后用到的时候会感谢老师的。老师就是老师，看得比较长远。我现在送外卖上楼前，我说这题我做过，就是练过体育，现在送外卖就跑得快一点，对吧？但外卖这个行业也没有前2年那么好做了，因为做的人越来越多了，甚至有好多大学生现在出来也送外卖，跟人抢饭碗。这些大学生怎么说呢？当年高考已经被他们淘汰过一次了，怎么现在毕业了又来跟人竞争，追着人砍我？我之前真的很怕送大学生，送过去隔着墙还进不去。同样的年龄，人家都在那打篮球的、谈恋爱的、读书的，欢声笑语。我在外面骑个电瓶车，好羡慕他们呀。但现在发现好多大学生出来也跟我一起送外卖啊，现在看法也变了，就原来我少走4年弯路啊。骑个电瓶车有时候会遇到大学生是吧？一起在外面吹着风，吹着这么强的风，这不是顶峰相见了吗？确实，虽然现在单子少，但其高峰期还可，尤其像下午、晚上这种饭点，我这有经验的，我一趟能拿4、5个外卖的。但我知道大家都很着急，我每次看到手上这4、5个外卖，我就知道这个时候天上也有4、5双眼睛正在盯着我。我也知道大家花了钱，可能希望这个外卖送快一点，对吧？给大家送上楼，我也愿意送上去的，毕竟我也练过，对吧？但现在在上海啊，还有很多老小区没有电梯，都是6层楼高的那种，基本上都是6楼在点，1号楼很少点的。6楼的顾客啊，10个里面5个正在上厕所，3个在洗澡，还有2个腿脚不便。你就感觉6楼住的这些人住的都像赘婿啊。
他们都不想娶，就想着能不能上门呀。而且我们这个工作啊，每天会跟很多保安打交道，你就发现有些保安是挺多的，他见的人老爱问你干什么的，干什么的，干什么的。我有一次穿着外卖的衣服，那个保安还问我你干什么工作的，这把我给问住了。我看着穿制服，我心想我是干什么？我 cosplay 啊。但有时候也会接一些学校的外卖，因为学校那些学生会很多人去点，就很方便。但有些学校不让学生点外卖，有的学生想吃口外卖，想尽千方百计啊。我见过最离谱的一个学生给我备注：师傅，你送过来的时候不要穿衣服，他不要穿你外卖的衣服。到我们学校这边，他问的话，你就说你是我爸。我说这还挺有意思的，就赶紧抢到了。但他备注你必须要有信念感，不要被认出来了。我说这信念感，我天天 cosplay。但走过去啊，在学校门口看到他那一眼，两眼对上的时候，我信念感就崩了，因为他长得实在太帅了，啊，他眼睛又大，皮肤又白，就完全不像我生的。我当时就想跟谁能生出他，我当时都慌了。这个时候他突然看着我，爸爸你来了。他当时那个信念感实在太强了，在饥饿的状况下能叫那么真诚，我都感觉心里有股暖流。我也是第一次被人叫爸爸，那种直击天灵的感觉都惊呆我了。别看我眼睛小，当时这种情况啊。他这么远了，我都想上去拥抱他一下，真的，我给了他走的时候还挺舍不得的。那你记得给爸一个好评啊。好好上学啊，以后千万别和爸顶风相见啊。好，谢谢大家，祝你们开心啊。哎，大家好，我是卡卡，谢谢。跟大家聊聊来这边上海这边沪漂的一些经历哈，确实不好找工作，我只能把工资降到很低。啊，工资高和工资低在面试的时候有什么区别呢？就工资高的时候，我会在面试的时候美化自己；但工资低的话，说实话，我就说实话了。当时那家公司的工资低到，就是我不仅想说实话，我都想说脏话了。还记得面试官问我的第一个问题，他说：“哎呀，卡卡，如果你上班的时候困了，是选择喝咖啡还是选择喝茶？”我说：“我直接睡觉。”他说：“那你上班玩不玩手机？”我说：“不玩，下班才玩手机，上班要玩电脑。”哎，因为我前2年生病了，你知道，我前2年得甲状腺癌。我确诊了之后呢，我就在网上搜嘛，关于这个病的治疗方案什么的。然后我当时我也不知道我怎么想的哈，我第一反应是在那个小红书上面搜的，搜甲状腺癌怎么的，然后上面就真的出现了好多案例，就是每个人都是剖析自己的这个病例嘛，然后发自己的那个照片特别美，然后脖子上顶着一个特别社会的刀疤，文案上都写什么啊，得了甲状腺癌没什么的啊。我当时看这些文案，我看着我立刻就被鼓舞了，我也要像他们一样拍视频。因为你们想，一个甲状腺癌的患者，对吧？我又是一个喜剧演员，我当时想着，我这个视频一发出去，既正能量，还能挣钱。我当时想的挺美的，你知道吗？因为我当时心态我很通透，我觉得很通透，我已经看淡生死了，但是我看不淡金钱。我看不淡金钱，你知道吗？我觉得死不死的以后再说，反正我也控制不了，对吧？我不如先活的时候把这个钱先挣了，对吧？我自己先活好啊！我当时想的特别好，然后我想着最后即便我走了，我的精神也可以传递给世人，对吧？多乐观呢！到时候我的墓志铭就20个字儿啊，就算生活夺走了你的甲状腺，你也要拿它来变现。都想好了，我就先拿着手机哭嘛，我说我耳朵也得了癌症，命运对我太不公平了，怎么会这样？好难过。哎，我的底妆完全没有花哎，这个粉底液好防水哦，姐妹们快冲，就在小黄车。有朋友们，我曾经是个说唱歌手，没想到我第一次来爱奇艺是来录脱口秀节目的。有朋友们，我做说唱是因为我想要吸引女生的喜欢，因为很难，我长得不高。我之前还跟化妆老师说，就别让我穿增高鞋。我说我怕观众看不出来我长得不高，他们说大家都看得出来，就很难做一些那种很绅士的事儿，什么下雨天给女生撑伞，每次我做，他说还是我来吧，你戳到我眼睛了。就我发现有的时候女生拒绝我，他们会给的理由会给一些特别通用但不伤人的理由，
让我感觉是从 HR 那儿学来的。就之前有一次，我追一个女生，追了4个月，然后她拒绝我的原因是她只跟年纪比她大的男生谈恋爱。朋友们，我太生气了，我说你这个不能4个月之前告诉我吗？我说你是觉得我这4个月里面年纪会超过你吗？有的时候他觉得你人还不错，但又不喜欢你，他就会在拒绝你的时候说一些挽回的话。之前有一个人拒绝我的时候，他说：“但是我希望你能做我的朋友。”我想说，我不接受调剂。所以大家看得出来我为什么要做说唱，就身高和情商都不高。就大家想听我的作品，可以上全民 K 歌。但是我没有骗人，我真的之前上高中的时候做过3年的说唱。对，3年说唱，5年高考。但其实写说唱也不难，它就有点像是在写诗，每句话的句末押上韵。哎，而且朋友们，你知道诗歌其实他们更严格，他们还要控制音律平仄。就有的时候我会幻想，我们古代那些诗人有没有可能其实也是说唱歌手？就有没有可能他们歌词流传至今，音频早已失传？就想象一下唐朝的中秋晚会，主持人说：“哟，介绍一位来自川渝地区的中国风 rapper 李白 ，A.K.A 青莲居士。”然后李白上台穿了件长袍，是 oversize 的。李白说：“Yo, what's up， 玄宗？”下面给大家带来我的新歌《静夜思》。日日，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然后旁边就出来一个人要 diss 他，出来一个说：“哎，等一下，哥们儿，你这个名声和实力有点不符。这里是杜子美 ，A.K.A 杜甫。”哎，朋友们，我觉得如果杜甫是 rapper， 没有比他更牛的 rapper 了，因为杜甫的词是最反映现实、最 real 的。没有呢，我给大家演一个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这首歌 real 到，它不像是在艺术表演，它像是在报案。警察同志，南村群众欺我老无力。警察说他们做什么了？公然抱猫入竹去。你想得到什么补偿？安得广厦千万间。其实很多人都会把这个说唱跟诗歌做关联。在三国时期，有一首诗叫做《七步诗》。这个的缘由大家都知道，就是一个叫曹丕的人问他弟弟曹植：“你有 freestyle 吗？”中文第一首 freestyle， 但是于生死之间，没有就弄死你。曹丕后来死得很早，所以可以看出来，问别人有没有 freestyle 的人，下场都不大好。好，为了能有好的下场，我先下场，谢谢大家，再见。大家好，我的名字叫上97，我也来自德云社。很多人我相信啊，听到上97这个名字不熟悉，哪几个字呢？我可以简单的拆开了每一个字，完完全全的分享给你们。上是哪个上？时尚的尚 ，fashion。9是哪个9？7、8、9的9 ，9。西是哪个西？中文我会，熙熙攘攘的熙。英文有会的吗？全懵了吧？得亏我们选手里有史岩老师。我说我西不会翻译啊，史岩老师特别热情。哎呀，
那不就是 ABC 的西吗？其实啊，相声演员站到这个舞台上还是挺忐忑的。为什么呢？因为民间盛传相声演员讲脱口秀是降维打击。今天我就给你们来一回预期违背。乐了，这个包袱设计的有点违背预期了。这回不光我来了，我的2个师哥也来了，阎鹤祥、朱鹤松，但他已经不在了。我心里就更没底了。那天我上我师傅家找我师傅去了，我说师傅，我要去讲脱口秀，讲得不好，是不是给您丢人呢？啊，我师傅也是郭德纲啊。我怕有的不知道，我师傅说那有什么的呀，你就踏踏实实的去吧，尚文博。是不是还有你俩呀？朱凯、严鑫。其实说相声啊和讲脱口秀还是有很多的区别的。你看啊，我们说相声的有大褂，你们没有；说相声的有师承，你们没有；说相声的有搭档，阎鹤祥没有。说相声的有人骂，这点和脱口秀不相上下。其实来这儿比赛，我觉得温和多了。你们想想啊，这要是个相声比赛，淘汰一个节目，2人全回家。在这儿2人能说2段，淘汰一个，保不齐还能剩一个。抢到个什么复活牌啥的，就把淘汰那个给提溜回来了。就这么相互扶持，相互拉扯着，搞不好我们是要进决赛的呀。到了决赛，那就是我们相声人的主场了。你们好好想想，就德云社论摇人这块儿，以往的决赛，好好都回忆回忆，几百个师兄弟儿穿着大褂往台上一站，你们哪家厂牌无所谓 ，talk show stand up anyway， 云鹤九霄一就位，在哪儿不干相声大会？你们说对不对？接下来我得说说杨笠，为什么突然提到杨笠呢？我们俩是校友，都是北京服装学院毕业的。这玩意儿你们乐什么？我们学校是个笑话啊！北京服装学院，顾名思义，最强的专业，肯定是喜剧啊！这屋里就俩干这行的，但是啊，我比杨笠大了4届，说明一个问题，我在学校压根儿就没碰见过他，多悬呐！要不然作为学长，我是有概率接到他新生入校的，那个画面搞不好就是，这就是北服的师哥吗？也太普通了吧！你为什么不考清华呢？是不喜欢吗？我还得寒暄呢。清华呀，嗨，没听说过。谢谢大家，我就是上九溪。哎哈喽，大家好，哎，我是那个音乐人，然后时隔3年又尝试做喜剧的菲菲臧鸿飞。哎，咱再说说说唱，因为我是一个说唱爱好者啊，我听了好多说唱，中国的、美国的，听了几百首，我怎么感觉都是一首歌啊？就是所有的人都说的一个事儿，总结了就是4个字儿，就是我太狂了。就没有起因经过，就告诉你一个结果，就是我特别狂，就有一种信念感。我说这怎么这么奇怪？然后这个奇怪的感觉最近到达了一个巅峰。我不知道大家没有听过一首歌，就是什么叫天花板？我比烟花闪，我万米高空下来不用降落伞，我都懵了呀！万米高空下来不用降落伞，这都不是超出我的认知啊，这都超出牛顿的认知了。后来我就特意去查了一下，这位歌手就还健在，这就不对了，就肯定有人错了呀，要不然就是这个歌手错了，要不然就是牛顿错了嘛，是吧？那肯定是牛顿错了，因为说唱歌手都 real 嘛。
还有啊，好多歌手都爱说什么我们来自街头，我一打听都上过大学，哇，好丢脸。你说唱歌手上大学，我跟你说，就在我心里，这搞街头文化的，他但凡上过到高一，在我这儿塌房了。哎呀，终于热起来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而且现在有一句话特别讨厌啊，一个说法，说这个说唱是男人最好的医美。我说句公平的话，热玛吉才是男人最好的医美。为什么呢？因为我做过，比说唱效果好多了。哎，大家可能看不出来啊，我不光做了热玛吉，我还做过超声刀、超声炮、腹痛拿4D 打了下颚线、瘦脸针，然后做了眼袋、填了泪沟，脖子上打了颈纹。为什么做了这么多项目还长成这样呢？这就不是咱们今天讨论的问题了。后来呢，我还因为做热玛吉上了热搜，然后呢，好多那个热玛吉的医院就在那个热搜底下打广告，他们怎么说的？臧鸿飞都在做医美，你还在等什么？那些网友也很欠，就是等什么呀？等你们医院辟谣的呗。后来我因为那个热玛吉上热搜的那时候还得到一个热玛吉的代言啊，那个医美机构呢就把我的照片挂在那个广告牌上，挂在医院门口，然后就好多人问，哎，怎么就一张啊？术后的照片呢？然后因为我在摇滚圈嘛，然后做医美，就有人调侃我说我是什么滚圈网红脸，说你怎么还整容呢？什么摇滚不是要 real 吗？咱们不是摇滚不死吗？我说你们是没到我这个岁数，摇滚是不死啊，但真老啊。谢谢大家。哎，大家好，我是老岳。哎，我是一个来自成都的女演员啊，美不美？谢谢谢谢。其实我在生活里面有很多困扰啊，在我们那边，在路上遇到人打招呼，一般就会叫帅哥或者美女。我长成这个样子，每次路上不管别人叫啥，我总会下意识的回头。我说爷，都在叫我。那后来就有观众说啊，他说哎，我其实觉得怎么叫你都不合适，最合适的就是叫你一声老师。我说哦，你该不会是想尊重我吧？但我第一次在台上听到的时候还是很开心。我说哦，什么老师啊？他说韩红老师。在工作里面也是啊，我前段时间去参加了一个3天2晚封闭式的培训。我当时进酒店的时候，我就发现给我安排同住标间的是一个姐姐，她还带上了她3岁的儿子。我刚推门进去，小朋友就拉着我的衣服在那儿，哥哥哥哥。我习惯了，我工作里面跟我见了4、5次的客户，他管我叫王哥。但小朋友的妈妈一听就不得了了，立马就站出来纠正他，义正言辞的，瑶儿，他不是哥哥，他是个姐姐。小朋友才3岁，他的人生根本就经历不出这么大的变故啊！立马就哭了，妈妈一着急赶紧就改口了，哎呀，你不准哭了。他就是个哥哥。朋友们，小朋友不哭了，我有点想哭了。我感觉我这个人的性别吧，是男是女，我自己说了不算，要根据当时的人情世故来看。就感觉我这个人吧，性别还挺随和的。这个事情到了晚上，他的爸爸给他的妈妈开视频。朋友们，那个拥挤的房间里面，我紧张的大气都不敢出，你知道吗？那边就在问，瑶儿好不好耍？小朋友好耍好耍，还有个哥哥跟妈妈一起耍。小朋友说完过后，电话那头跟电话这头都沉默了。那个姐姐甚至有点病急乱投医了，她把手机摸出来往我这边转，她说：“你要不然在视频里面跟我老公打个招呼，解释一下。”我说：“会不会更说不清了？”但其实她把手机往我这边转的时候，我已经就是把声音调整成夹子音了。没想到视频一转过来，那边说：“哎呀，是你呀，王哥。”其实我在生活里面经常都会被别人认成男孩子啊，我自己不介意这个事情，因为我从小就是个假小子，性格也比较独立要强。因为我爸爸妈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嘛，
哦，你们也不用这么沉重啊，也不是你们搞的。我那个时候就不想一个人跟着我爸，我就会偷偷的跑到公用电话亭去给我妈妈打电话。电话一接通，她在电话那头哭了整整1分钟。我本来想着等你哭完了我再安慰你嘛，结果那个公用电话5毛钱1分钟，我只有5毛钱。我一句话都没有说上，我妈在电话那头给我哭完了。这个事情过后有了前车之鉴，我又存了5毛钱去给她打电话。一接起来我说妈，我知道你很想哭，但你先别哭，我现在过得挺好的，你不用担心我。我妈说：“哎呀，你怎么这么懂事啊？”又哭了1分钟。而且我们两个那时候很少见面。有一次我去陪她玩嘛，就快开学了，我妈把我送到那个火车站，坐车回我爸那边。我当时在进站的路上，远远的我就看见我妈在那个广场上，2个手扶着那个栅栏，一边哭一边跟我挥手。我当时心里其实很难受，但是我一想，铿锵玫瑰绝不回头。但是我后来还是实在没忍住，回头看了他一眼。我一看，2个警察跑过去了，一边一个手把他摁在那个栏杆上，当时把我吓惨了。我赶紧给我妈打电话，警察接的。我说：“哎，你们爪子哦？你们咋把我妈抓了呢？”警察说：“她是你妈呀，她的头卡到栏杆里面了。给你照了半天的时候，你头都不得回一下哦。”好，今天讲的谢谢大家，谢谢。OK， 谢谢，我也喜欢你。好，开始了啊。我觉得男的吧。男的题目你在做的时候就要更仔细的审题。高考已经过了，然后。看有观众抓旁边的那手说上来就整这个呀，先整点别的啊，别重新自我介绍一下啊。我现在除了是一个脱口秀演员以外，我还是这个节目的总编剧。终于当上总编剧了，果然啊，人要是想升职，还是得跳槽啊。所以说，我现在不一样了，以后不要叫我杨丽了，叫我程璐。我早就想当总编剧了。我第4季的时候，我就在想说，我怎么还不是总编剧？我什么时候才能当总编剧？他们还劝我说，你别想这些有的没的，你好好上节目。我说我不想上节目，我就想上桌。当了总编剧2个月以后，我现在有点后悔了，我想下桌了，我吃完了。因为太累了，你知道，我都瘦了。你们不知道这个工作就是一天到晚在那儿改稿，改到半夜，改的我都去跟王建国说，我说咱们这个总编剧就是总得在这儿编剧哈。我以为是个 title 呢，没想到是个缩写。改稿压力也很大，很怕自己改不好，很敏感。万一哪个演员特别有礼貌说一句说周老板这个想的好，我就说是说我刚才那个想的不好，我给他想个好的，想不出来得给人道歉，说哎真的对不起，最近状态不好。干着干着我就觉得我这个处境我是上桌了吗？我想下桌了，因为我突然意识到能上桌的除了人还有菜。但做新节目还是很开心的，对，就是因为我原来就一直觉得脱口秀节目太少了，对吧？就是对于一个行业来说，只有一个垄断地位的节目总是不好的，有竞争才会有进步，对吧？确实也对，确实也对。我现在做很多事儿的思路都是这样的，比如说我现在还拍一些剧啊什么的，就是因为我觉得杨幂在仙侠这个领域，是时候轮到我来竞争一下了。我还问我朋友，我说你看多了杨幂的仙侠剧，你不想看看杨丽的仙侠剧吗？他说我看多了杨幂的仙侠剧，我还可以看看杨幂的别的剧。我说别的剧我也可以竞争一下。确实，仙侠剧有些不太适合我，就是因为它比较特殊，它要求演员不光要会演戏，还要长得特别漂亮才行。但我吧，你知道，不会演戏。想听我说自己不够漂亮？做梦！
我挺漂亮的，尤其是我和杨门一起客串了一个仙侠剧以后，我就更确认了这件事儿。因为那个剧播出的第一天，杨蒙恩丑就上了热搜。但是我没事儿，我当时就觉得这个舆论终于为我证明了，我是可以融入神仙的队伍的。你知道，原来网上大家说我多难听，丑什么的还好，还有人搞封建迷信。有网友分析我的面相，说我额头窄，克夫。还是杨蒙恩安慰的我说：“你别听那网友瞎说，说你克夫那是看了你的面相吗？那是听了你的段子。”如今你知道他也遇到坎儿了，我也得安慰他呀。我说你别听那网友瞎说，说你丑那是看了你的面相，但你别往心里去，你知道吧？这都是剧的宣传。你看杨笠加盟新剧也在热搜上，他说那能一样吗？我这个是真的有人在搜。我们这一行确实你知道压力很大，但我还是很喜欢。特别是录了脱口秀节目以后，就因为会有观众跟我说杨笠，我好喜欢你啊，看你的段子我觉得好治愈呀，一下就点醒了我。我觉得对呀，这才是我呀，我跟其他演员不一样，我不是来单纯的讲段子了，我是来治愈别人的。我要更努力的治愈别人，我要用我的语言抚平这个世界上女人们心目中所有的伤口。这也不是梗，真的。我有的时候想帮助你们，我都想瞎了心了。我恨不得在大街上随便就拽过来一个女的，就给她号脉，说怎么样最近容貌焦虑有没有？职场性骚扰遇到过没有？内耗严不严重？原生家庭这一块，人群中是否感到孤独？都没有。平时是不是喜欢看杨笠脱口秀？就是你知道，当我找准了这个定位以后，我现在心态你知道平和很多了。现在冷场什么的，我根本不往心里去。别人很着急说杨笠你这个没有人笑啊，我说你不懂，你不懂现在在这个场子里有多少伤口正在悄悄愈合。你仔细听，这是冷场的沉默吗？不，这是血肉正在疯长的声音。谢谢大家，我是杨笠。大家好，我是小北。熟悉的味道，朋友们，你们好。刚才呢，我和你们一样啊，刚刚才知道杨笠啊当上了总编剧，失误了，朋友们。他给我看稿子提意见的时候，我还纳闷呢，我说杨笠，你是不是有点越界了呀？啊，你看稿子就看稿子，怎么让我给你倒茶呀？啊！现在理解了。其实这事儿也很简单，今天呢我赢了，说明我是个好演员；我输了，说明他是个烂总编。哎，讲讲好久不见了，然后讲讲去年在我人生中发生一个特别大的事情。朋友们，去年我同居了，年底又分居了。同居这个事儿真的不是很妙，朋友们啊，我不是不喜欢同居这个事情啊，我是不太喜欢同居那个时候那个状态自己，你知道，我变得很计较。就平常我自己住的时候，平常在家里面打扫卫生、叠被子、洗衣服，我自己来我都 OK。当我跟一个人同居之后啊，我干这些活的时候，打扫卫生的时候，我就变得不情不愿、絮絮叨叨的。我说这活都我干了啊，我是你佣人吗？我啊，我还是小北吗？我这不小北子吗？而且好多事都要迁就对方，你知道，我自己住的时候我饿了，我自己订外卖吃就非常方便。当我跟一个人住的时候，我订外卖我就问对方，我说我饿了，我要订外卖，你吃吗？他说我不吃，我会重复的再问一遍，我说你确认这个外卖到了之后你也不饿吗？如果这个外卖到了之后你饿了，你吃我外卖的话，我就有点生气了啊，因为我这人比较护食，我是狗。而且同居之后很多事都要分享，看电视剧你们要分享啊，就是吃饭的时候，假如你们吃饭的时候看2集电视剧，只要这电视剧你们看了2集，这个电视剧啊就不属于你一个人的了。假如有一天你自己在家住啊，有点忍不住了，偷偷摸摸的钻进被窝里看第3集，朋友们，这个行为跟出轨没有区别。你永远要等另外一个人完全没有事情的时候，你们开始看第3集。后来我俩分手了。
分手的第3天呢，我把《甄嬛传》全看完了。而且同居很多事我都受不了，处理不了。同居还有很多难免有一些摩擦嘛，生活中摩擦都还好，我最接受不了的就是晚上你们还要睡在同一张床上，太尴尬了，朋友们。我从来没有想过白天2个人互相说特别难听的话，恶语相向，你们晚上还要睡在同一间屋子里面，睡在同一张床上。我以前唯一知道的场所就是派出所了。而且那个气氛太压抑了，我在家里面都不敢大呼吸，我刷短视频都不敢笑。但凡你这个人乐观一点啊，说明你对这个争吵不是很尊重，你知道吧？当然有好的时候，热恋的时候，很多时候呢，看似很多很浪漫的行为，比如说一起抱着睡觉，一般就2种经典睡姿。第一种呢是男生平躺，然后用右臂啊环抱女生在胸口睡觉，等这个女生睡着半个小时之后啊，把这个右臂抽出来，然后甩一甩，再睡。这是第一种经典睡姿。第2种经典睡姿呢，就是女生平躺，男生用左手环抱她，但右臂被自己压住了。我想了一下，这个右臂啊怎么睡都是废了。朋友们，我想了，最适合同居一块抱着睡觉就是杨过了。而且2个人睡觉真的不是很舒服，因为我属于神经比较衰弱的那种人，你知道，我觉特别轻，我特别怕旁边人发出动静，就打呼噜啊什么的。其实打呼噜打得匀都还好，我就怕那种打得不匀的，打着打着突然停了，我这神经衰弱，我能睡着，我噔就起来，我说看见鼻息，怎么没鼻息了呀？啊，我手麻了。一块儿睡觉真是太难受了，朋友们。有时候我在想双人床这个东西是不是个伪命题？因为以前我在故宫里面看那些博物馆里面那些床，古代床都非常小非常窄，会不会有一天那古代的有一个那个做木床的人，然后他就想，他说哎呀，他说我们最近那个现在睡的床太小了，我们做个大床嘛，我做个那种5尺4的床，特别大，然后一个人在上面翻来覆去，睡得特别舒服特别爽那种。然后这个床我们就取个名字叫爽人床。爽人床。建国给写的啊。然后这时候一天津人进来了，他说这是嘛呀？这是双人床，这双人床得双人睡呀，朋友。晚上听这个还不来劲啊？我要翻跟头了，朋友们。所以有时候在想，大学恋爱美好是不是就因为没有同居？因为2个人其实在一块的时间非常的短暂，除了上课之外2、3个小时，吃饭啊、散步啊、看看电影，基本就结束了。到门口之后特别舍不得，你在旁边特别不舍。你说啊，宝贝，你回去吧啊，回去吧啊，宿舍阿姨都催了，回去吧，我也爱你，转身之后回宿舍玩去了，你知道吗？每个人有各自的空间，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这真挺好的，所以大家现在如果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就不要同居了。我给大家提出一个特别先进的谈恋爱的方式，叫做走读。走读真不错，朋友们，走读真挺好的。但是呢，劝大家也不要走太远，不然像我这样呢，很容易不小心就被开除了。谢谢大家，我是小北，谢谢。大家好，我是傅首尔啊，一个脱口秀新人。杨笠鼓励我，他说：“你来吧，别害怕。根据我的亲身经验，这个台上没人干得过离婚女人。”哇！我一听我上头了，我想说我的优势这么的浅显而又明显吗？来了以后整个清醒，杨笠能有什么经验？根本没亲自离过，这几年甚至都没亲自谈过吧。杨笠不劝我，我也会来啊，因为以前我出门啊总是被认错。买咖啡，服务员说你那个脱口秀女演员，我说我没讲过脱口秀啊，他说不可能，就是你天天骂男人。我好爱听，哇！我一听好紧张，我说啊没有，我和男人一条心，我只是和伴侣同床异梦。他说哦对，你离婚了，然后问我陈露老师还好吧？最近呢开始收到一些正面评价，说半老徐娘突然有了风韵。果然啊，离婚是最好的医美。
我不好意思说，其实和离婚没什么关系，就是医美了。我经纪人逼我去的，他说姐呀，人设和脸咱只能垮一样，你都垮。从我决定离婚，他就一直劝我，说就不能为了工作忍一忍吗？我理直气壮，我说姐的生活不能只有工作啊。现在轮到他理直气壮，前2天他问我怎么样，姐，现在连工作都快没了吧？活该。哎，我说你这话不对，你只能说我该，因为离完婚是真没活了。偶尔有一个是一个采访，我一看提纲就一个问题：傅首尔跟陈世美到底有什么区别？哎，我发现这个问题里面一加到底啊，就显得区别不那么大了，给我问住了呢。然后经过我深刻反思，我们俩还是有点区别的啊。我是离婚，陈世美是重婚。你说到底什么区别？法律上民事和刑事的区别。去年我那个离婚节目热播都看了吗？我亲戚也看了，我大姨半夜给我打电话说离没离啊到底？我说别问了，签了保密协议，6亲不认啊。我大姨说懂，炒作不会离的对吧？节目播完我真离了，我大姨又来了，说懂，搞流量，明年复婚对吧？我叹了一口气，我大姨说好了，不要管别人怎么说，大姨愿意做你 play 的一环。我只能说家人就是家人，他们的支持没有底线啊。网传老刘含辛茹苦供我读完了研究生，都听过吧？我在这里澄清一下，其实我只是个本科。我当时好想辟谣，但又很想假装自己真的是个研究生。我朋友说辟什么谣？一个造谣实现2个梦想，高学历花男人钱，多好啊！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我挺满意的，单身生活非常快乐。最大的烦恼呢，就是见老刘会被偷拍。整得我俩现在鬼鬼祟祟，见个面跟偷情似的。出道8年，我为前夫戴上了墨镜和口罩，我都觉得有点刺激了，是吧？没离时心如止水，离了倒想入非非了啊！希望大家不要再制造这样的氛围，因为众所周知，人家已经有人了，张硕。男人重组家庭就是快。我前夫觅得真爱之后啊，网友分外关心我的个人生活啊，都关心我什么时候官宣。有一天我发了一张跟我儿子的合影，有位网友说：“哎呀，总算想明白了，就该找个这么年轻的。”还有一些更离谱的绯闻，哎，纪凌尘大家认识吗？有个演员，前段时间跟他一起录了一个节目，我回看，看着看着，弹幕飘过一行字：“瘦下来的傅首尔和纪凌尘好暧昧啊。”因为我跟他很熟，我就跟他交流，我说：“你看，社会对女性要求多严格，跟你暧昧也需要先瘦下来。”哇，纪凌尘吓得倒退了5步，他说：“姐，姐，姐姐，别往心里去，咱俩怎么可能呢？”哇，你们有没有过这种经验？被男人拒绝，但是根本没有表白啊。主要这种事儿吧，就很难回，你不能说“好的，知道了”，显得有点遗憾。你也不能骂他一顿，说做梦吧，我会跟你好啊，显得恼羞成怒。你更不能沉默，因为你如果什么都不说，他一定觉得你伤心了。我只好跟他说：“智者不入爱河，看好卡里余额啊。”这句话跟老刘共勉。你怎么知道张硕是图你什么呢？今天我前夫来到现场给我加油啊！我前夫的现任也来到现场给我加油。就说了你很多段子，狠狠消费了你一把，但是我都是经过了张硕的同意的啊。哎，最后谢谢来现场给我加油，很庆幸我们还是好兄弟好朋友。我觉得吧，真心希望彼此过得好，就是人与人之间最美好的感情啊。那今天呢，我也正式成为了脱口秀女演员，祝福我自己。谢谢大家，我是付涛。谢谢大家，我是严永强。我没有想到啊，在一个比拼笑料的舞台上，相声的大旗摇摇欲坠，我的师弟们岌岌可危，
少班主他高高在上。其实来这个舞台，我2个师弟可能是有一点紧张，我不紧张，因为我来这儿不是比赛的，我是来找人的。我搭档郭麒麟，我跟他爸都找不着他，就是但凡不是这种给钱的活，你都逮不着他，你知道吗？然后说点心里话吧，确实我没有想到跟大林搭档这么多年，有一天能站在一舞台上说笑话，被他审视。我不开玩笑，我其实在那儿我很紧张，我一看到大林，我手一直在抠后边那个 LED 那个灯条，我紧张的手麻。后来发现那个灯条的漏电，你知道吗？真漏电，我摸一试试。这个导演组问我说：“大林来这个节目，你有什么看法？”我说没有看法。当年我们平起平坐，现在我 stand up comedy， 他 sit down police 了他。很多脱口秀演员，包括单口喜剧演员，对我有一些了解，是因为我之前确实做过一些这方面的交流，我也发表过一些看法。我还是那个观点，我认为中国人说中国话逗中国人开心，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我老觉得单口喜剧将来可能也会卷出师承啊、门派啊，包括制式的大褂的服装，到那天单口喜剧就完了，你知道吗？大林，我再不这样，咱爷们儿折这儿了。今天我太猛了！你们以为大林来是当嘉宾的吗？他是替他爸看着我，不要胡说八道，知道吗？那些叛徒师哥都是昼夜之疾，阎鹤祥才是心腹大患。可以啊，没关系啊，徒在外，师命有所不受。不开玩笑啊，说点正经的。这个，怎么说呢？我来这儿了，有好多人问了我很多老问题啊。导演问我说：“阎鹤祥，当年你为什么选择跟郭麒麟搭档呢？”我说：“哥们儿，你真逗，我选择，你老板的孩子想跟你合作，那是你选择的吗？我要能选择，我就是老板了。”但是没办法，因为我搭档郭麒麟，还有我师傅郭德纲先生都太有名了，这可能也是我，一直也没法摆脱的一个标签。我并不想摆脱，但大家都想做自己。就像大林刚出道的时候，他也想摆脱他爸的标签，他想做他自己，我很理解的。但是没办法，这个东西就长在你身上，包括我也是。但有些标签我不理解，同志们，就是我在网上大家叫我德云太子妃。就是哀家很不理解，本宫很疑惑。这个大数据很厉害，你知道吧？就头些年我的关键词都是太子妃，天天给我推戴安娜。然后今年好了，今年开始推凯特了。哎，真是说相声的辈儿还越来越矬，你看。于老师也不能幸免啊，于老师叫相声皇后，所以你看我跟于老师在单位关系很融洽，因为不想感觉婆媳关系不好。很有意思，有时候我也问大林，我说有一天我跟你师傅同时掉水里，你会救谁呀？大林说我要救我师傅，因为我爸爸不能像你一样没搭档。我师傅很心疼我，我师傅说有一天
大林要真不说了，我跟于老师我们两口子就带着你，咱仨一块儿演出。后来试了几次不行，观众说看着很可怜，起个名字，这叫德云留守家庭。你看没办法，后来我跟我师傅说我要出去单飞，做点别的事儿。然后我师傅说不行，你得给我儿子守着呀。啊，确实很封建，没办法。我一说我自己干，我师傅就会打岔。我跟我师傅说我想去说脱口秀，我师傅说你认为咱们这儿谁丑陋？我说师傅我想去说脱口秀，我师傅说对，咱相声不能守旧。我说师傅要说脱口秀，我师傅说对，于谦喝完酒就是口臭。这是相声的技巧，如果不可乐，不是相声的问题啊。非常有意思。然后怎么办呢？我还是自己出来了，我做了一些单口喜剧的尝试。然后我发现有好多问题啊，观众会给我们出主意，说你们相声太传统了，你们应该学习单口脱口秀，做一些跟观众的互动。但我说有一些他不能瞎借鉴。我在线下看过好多单口喜剧啊，他们来跟观众介绍，你比如说问老刘吧，俩人啊一块儿来的，一男一女。你们俩什么关系？没有关系。他是你男朋友吗？哦，是。那么有结婚的计划吗？这说相声不能介绍，我们怎么互动？你们俩什么关系？他是你爸爸吗？哦，不是，那有相认的计划吗？那非打起来不行啊！但我觉得脱口秀有时候可以学一学相声，一些有节奏的介绍方式啊。他们经常会有一些就是没有底的结束啊。谢谢大家，我是周奇墨。谢谢大家，我是王建国。谢谢大家，我是庞博。就特像客服，你发现没有？你应该学学相声嘛。周奇墨就是我呀，庞博就是我呀，很有意思。然后到最后呢，我决定不行了，如果隔行如隔山，我就做点别的事儿吧。可能有人了解我，开始骑摩托车周游世界。啊，我跟我师傅说，师傅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我师傅他顿时很感动，因为他看了很多书，他对人生啊，他理解。他说：“你给我滚啊！”我说：“师傅要积累素材。”我师傅说：“那你旅行的路上有妖怪怎么办？”我说：“师傅，一般妖怪只吃师傅，您不去他没得吃。”我师傅说：“那你为什么要骑摩托车呢？”我说：“摩托车也是搭档，不骑了可以锁起来，他不会抛弃你。”说两个旅行的趣事。我在秘鲁的时候，因为我在国外没法跟大家介绍我是一个相声演员，我一般真的简单的盗用你们的名号，我说我是一个脱口秀演员，或者说是单口喜剧演员。我在秘鲁的时候，有一个秘鲁警察跟我的西班牙语翻译在交流，我那个翻译跟这个秘鲁警察说我在中国还是一个很有名的喜剧演员。然后我那个秘鲁警察呢，拿出一个手机翻出一个视频跟我说他是我的粉丝，结果那个视频是鸟叔。我在伊朗的时候，有两个伊朗的朋友跟我的波斯语的翻译聊完天以后呢，跟我说了一笑话，说我波斯语翻译跟这个伊朗朋友说呢，说我这个人在中国是一个有名的喜剧演员，然后那个伊朗人跟那个伊朗人说，这个人我认识的，他一定是成龙。然后那个伊朗人说，你不要胡说八道，成龙不会来咱们这儿的。然后我那个翻译说，这个人在中国还是有几百万粉丝的，那个人马上改口，他就是成龙。我之所以做这么多事儿啊，走南闯北，还是做一些新喜剧的尝试。我还是想把相声这门传统艺术跟这个新鲜的世界做一个万能的接口。所以不要管我叫德云太子妃，可能的话可以管我叫德云 Type C。好，这就是我一个寡妇失业搭档不说相声周游世界的单口相声演员阎鹤祥，就是我呀。